由此可见，有什么样的女儿，就有什么样的父母。奶奶，您80岁了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你又把阳光养了这么大，于情于理，我也不想跟你顶嘴。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怎么说我，怎么对我都可以，我依然的尊重你。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父母。我这个再加点酱油，加点酱油先。你怎么了？晚饭我不想吃了，我想下去走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站住！坐着。光光，过来。奶奶快点。奶奶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那你不先问问他都跟我说什么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在这给我显摆摆谱啊，说什么他是高学历了、城里人了，他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、有本事了。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不是明摆着在我面前显摆着他们家的条件高咱一头吗？想让我巴结他，也不掂量掂量他自己几斤几两。哎呀，你说光光，他在奶奶面前说这些干嘛呢？那奶奶，你是怎么回人家的？他怎么跟我说，我就怎么跟他说了。我说，既然你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没有结婚的姑娘上杆子倒贴去给一个男孩啊？人家男孩子他家长还不同意，他还赖到这儿不走，你说这不是没羞没臊是什么？啊，光光啊，奶奶是为你好，你记住，有什么样的父母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哎呦，妈，您看您都说些什么呀？奶奶，厨房里的菜做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先吃，我去找辽王。你去找他是吧？啊？今天奶奶把这句话给你搁这儿，你今天要敢踏出去这个门一步，今后你就没有这个奶奶了。奶奶，我是您的孙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很爱您，我都很尊敬您。但是我也希望您能够明白，廖望在他们家也是被当宝贝一样那么宠着的。前段时间他父母刚刚找过我，把廖望托付给我，结果一来到咱们家，他就要受到这样子的委屈，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非常的不公平。还有，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这样说人家的父母。光光，光光，妈，别伤心啊。慧琴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咱回家。你好，您好，你好，是李先生是吧？对，孩子在吗？在，吃了些东西睡着了。来，跟我进来吧。来，你们看看，是他吗？李先生，是他吗？是。老公，快起来。
这孩子怎么了？来，咱们去那边说。李先生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巡警在老汽车站巡逻的时候，看见这个孩子藏在一个垃圾桶后面，在捡东西吃。我们问他问题，他什么也不说。对了，他就给了我们这么一张纸条，您看看。这肯定是何秋春写的。不是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她作为母亲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外面？她就不怕孩子有危险，或者是遇到坏人吗？我们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，他就什么都说了。原来啊，是他妈让他藏在垃圾桶后面的，而且还嘱咐他不能让别人看见，一定要看到警察以后才能出来。天哪，这个女人也太狠了！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已经被通缉了，觉得带着安安跑太不方便，所以才把他扔下的。警察同志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我跟我先生先把这个孩子带回家。警察同志，是这样，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？我们呢，按照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，我们把安安接回去，我们一定保证好好照顾她，保证她的健康安全，可以吗？嗯，好，我可以协助你们办手续，但是我要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在找到孩子他妈之前，你们也只能是暂时的照顾他。好的，明白。好，咱们去办手续吧。喂，阿姨呀。哎，小廖，你在家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我给你来送点东西，你方便下来一下吗？我现在在你家楼底下了。我给你录了几个做家常菜的视频，你跟着慢慢学吧。另外，我觉得阳光可能没有下班吧，我就想来阳光住的地方看一看。你怎么在外面待着呀？阳光的奶奶来了。安安，是我来接你了。你叔叔，我妈妈说她不要我了，以后你就是我妈妈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了，啊，我在，我们带你回家，啊，来，没事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吧。我们带你回家啊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叫我志玲妈妈了，好吗？志玲妈妈，真乖。走，我们回家吧。走，啊。
事儿想问你啊。问吧。你当时知道阳光他的家庭是这样的，你后悔嫁给阳光爸爸了吗？说实话，我后悔嫁给阳光的爸爸，但是我不后悔爱上他。阳光他爸爸呢，平时不太爱说话，为人木讷，还有些沉闷。那个时候他很喜欢我，又不敢表白，所以他每天下了夜班以后也不回家睡觉，就在我每天上班的那个小河边假装钓鱼，目的呢就是要见到我。你说他傻不傻？你妈以前就在对面上班，我呢为了等她下班，天天在这里钓鱼，这一晃多少年了？你都这么大了。我跟他爸爸结婚以后呢，在处理家庭关系上缺乏智慧，也缺乏沟通。但是呢，你跟我不一样，阳光跟他爸爸也不一样。我相信你们俩肯定会处理好你们身边的这些关系的。其实刚才我就没有控制住，我觉得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，我还是控制不住。我呢了解老太太，我也知道她有时候说话不太好听，伤到你了，对吧？但是小廖，你以后呢，还是要跟老太太相处的。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利用你自己的智慧，另一方面就是要看阳光的态度了。如果他能处理好这些关系，我觉得老太太以后也不会难为你的。阳光怎么想我不知道，但是在他心里面，奶奶和姑姑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想让他为难。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放心，阳光肯定会理智的、公平的处理好这些关系的。你怎么知道呀？毕竟这30年，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。阳光3岁那年，他第一天上幼儿园，穿了一件黄格子的衣服，别的孩子都在哭，但是他没有哭。我觉得他想哭，忍住了。6岁那年，阳光第一天上小学，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。那天他好像感冒了，一直在流鼻涕，鼻子揉得红红的。但是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还是站得直直的。小学毕业那天，他代表学生上台发言，发言的时候磕磕巴巴的。那天，他穿了一双白色的球鞋，白得耀眼。中学毕业那天，他还是代表学生上台发言。那个时候，他就不紧张了。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那天，
他就站在毕业晚会的舞台上当主持人了。那个时候，他松弛、潇洒，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当主持人的。阿姨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细节，你竟然都知道，还记得那么清楚。你看，我还是了解我儿子的吧？阳光一直以为你不要他了，为什么你不跟他说呢？我想，他必定想知道吧。他想知道，他真的想知道这些。啊，你赶紧给阳光打一个电话吧。他虽然现在迁就老太太，但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牵挂着你的。哎，阳光，在这儿干嘛呢？哎，下来溜达溜达。啊，你忙。啊，那你们俩聊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上去吧。奶奶呢？刚才姑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奶奶已经回去了。我知道她今天是有一些冲动了，可能是老人家上岁数了，有点糊涂了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奶奶一点都不糊涂，她比咱俩加起来都聪明。上去吧。怎么样？衣服干了没啊？好了好了，穿哪个？白的吧，白的。哦，好洗。哇塞，到底是你洗还是他洗啊？怎么都是水。一回生二回熟嘛，幸亏有我妈帮我呢。没事啊，赶紧给孩子穿上。赶紧赶紧赶紧。哎，快来！洗香香了，洗好了，才让你叔叔看看漂不漂亮？李叔叔，哎呦，安安，该睡觉了，今天姥姥带你睡啊，好吗？我要李叔叔。哦，好，没事，可能小孩刚到这儿还不适应。那个，今天晚上先跟我们睡吧。行，好，哎，安安，不害怕啊？来，今天晚上跟我睡好不好？好，跟恒基叔叔睡啊。哦。哎呀，来，让我小头睡醒，冷不冷？志玲啊，这个孩子从一进门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哭，他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妈，可能是吓着了，估计过2天就没事了。我先上去啊。哎，志玲，来，干嘛？志玲，你把孩子领回来，你可想好了？哦，想好了。我知道，你跟恒基都想要一个孩子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领养一个岁数稍微小一点的。这个一来年纪大了，他都记事儿了；
二来他那个妈，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。妈，我跟恒基啊已经都想得很清楚了。既然安安能来咱们家，就说明跟咱们有缘分。我们陪着他，他也陪着我们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现在觉得很幸福。以后的事情啊，我们现在不想想这么多。哎呀，孩子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想好呢？我怕你跟恒基付出的太多，到时候他那个妈肯定是要抓牢的。孩子，早晚还是要还给人家。我怕那时候你们付出的太多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不是更难受吗？妈，您想过没有啊？亲生父母自己的孩子也不可能永远的留在身边啊！生养的孩子，先是陪伴，而后远行，对不对？不会竹篮打水的。再说呀，这一次我跟恒基，至少可以尝试一下为人父母的感觉。既然安安都来咱们家了，咱们就得好好对待那个孩子，你说对不对？算了，我也不说了。我知道，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。你自己想好了就行。我给孩子去弄点小点心啊。好。有点烫啊。我觉得，其实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挑战，有的时候会是惊喜，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失望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站在一起，共同经历。等有一天我们携手走过了很多很多的路，看过了很多很多的风景之后，可能那一天你才会明白，我之前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而到那个时候，你才不再会怀疑，我们之间可以白首偕老，天长地久。你给你奶奶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但是他不愿意跟我说话。回家去看看吧。那也不是现在，这个点儿回去，他肯定用拐杖把我赶出来。明天吧，明天我再去试试。这么想起来，好像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跟他坐在一起，正式的聊过天。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碗面了。妈，您真的不吃东西了？没有胃口，不想吃。你也早点睡吧。晶晶还没有回来啊？还没呢，我等她一会儿。慧琴啊，过来坐着。慧琴啊，跟妈说实话，你离婚的事儿，怪过我没有？妈，你怎么又说这个了？张文离家的时候，
恨死了我。一哥这些年呐，肯定也怪死了我。现在轮到光光和这丫头了，你没瞧见这丫头那天说话呀？肯定也恨死了我。我不怕，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恨死了我，我都不怕，因为他们都是外人。我就一个心思，想让咱们全家每个人都好。妈，我们都知道，您放心，光光他肯定知道您是为他好呀。刚才还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呢，说要回来看您，不也是怕您心情不好吗？还不是因为我拦着，要不他早就过来了。他爸爸当初想娶张文的时候，就和他现在一样。我心疼儿子，就同意了。可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儿子不是还把命搭上了吗？妈，您别难受，光光是您一手带大的，您的话他一定会听，啊，您别不让他回来见您，您让他回来，您跟他好好说说，好吗？一手带大的又怎么样？你哥不也是我一手带大的吗？想想你哥那个时候，我是放到手里怕泡了，我放到嘴里怕化了呀。我有半斤吃的，我都不敢给他4两。好不容易他长大了，我又为了他的工作，到处给人磕头作揖呀。你哥那个时候也说，他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我对他的恩情。可后来怎么样？他还不是弄了个张文吗？光光谈恋爱结婚，我这当奶奶的是高兴的举双手赞成，还来不及呢呀。可是他张文找来的不行，坚决不行。慧清啊，算是妈求你了。你告诉光光，他要是不跟那丫头分手，我永远都没有这个孙子。我跟光光说，您放心啊。你去看看晶晶回来了没有？我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好。那我走了啊。睡了。你干嘛要上沙发呀？让给你们睡啊，没事儿。哎，我在这看着，你去洗漱吧。好。
爸在呢啊，妈妈在呢。啊，乖。怎么了？别哭别哭啊！怎么了？哦，别怕啊。我们都在呢。对啊。爸爸在呢。恒基爸爸、志玲妈妈都在呢。不怕。不怕，小宝贝。不怕。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我们都在。没事，睡吧。睡吧睡吧。哎呦，我的小眼泪都流下来了。不哭了啊，宝贝。睡吧睡吧，继续睡吧。志玲妈妈给你唱歌啊。一时兴起想跟你自拍一张，我说你要满足我每个愿望，你说喜欢我笑得像孩子一样，我想你也和我孩子跟我一模一样。为了理想各自奔忙，你相信彼此就充满希望，也早已为对方许下一生的时光。牛角包、三明治，还有包子，吃哪个？豆浆、咖啡，喝哪个？牛奶。没有啊。坐。有，这波恩爱我给满分哦！都一起上班啦，要不要把办公室也搬到一块儿啊？哎，你要不要吃点？谢谢。龙海小区的案子啊，所有资料马上给我准备一份，我今天要和廖律师过去看看。哦。你们知不知道，那个赵丽在怂恿张副台长说让志玲姐跟姐夫上爱的魔力啊？你别说啊，这小子脑袋转的还是挺快的。胳膊肘往外拐，哪边的你？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问题啊，简直没有人性啊！这不就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吗？学得挺快呀。那是。我觉得志玲姐姐肯定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坐以待毙了，她肯定会火力全开，让那帮人闭嘴。以我对志玲姐的了解，她要是知道这件事，还不把咱这大楼给炸了？啊，你看看，这儿啊就是妈妈的办公室。有人。这个呢就是复印机，知道吗？哎，阳光舅舅经常跟你提起的，要人。姐姐好，姐姐好。你好，哎，叫我姐姐，叫你舅舅，这孩子绝不靠。阳光过来，你真好看呀！谢谢姐姐，你也好看。咱俩都美。我去找一下张副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安安，他有任何的闪失，拿你试问。明白。有杀气。小宝贝儿，我问你啊，你志玲妈妈对你好不好呀？我志玲妈妈对我特别好，给我买好看的裙子，带我玩，还给我买吃的。是吗？那，你志玲妈妈对你李爸爸好不好呀？他们俩特别好，特别好呀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孩子长得也不像李恒基呀，这不应该是李恒基的私生子吧？上哪儿听那些乱七八糟的？说他李恒基关键时刻怎么老不接电话呢？那咱现在怎么办呀？
一会儿还得去龙安小区采访呢。那能怎么办？志玲妈妈，我刚跟张副台长请了个长假。阳光，从今以后在台里，你就只能独立生活了。廖望，替我好好看着点他，别让他使性子闯祸。走啦，跟大家打招呼。舅舅再见，姐姐再见，小哥哥再见。走，拜拜。完了，完了！这是要散伙的节奏啊！30分钟以后出发龙海小区，你准备一下。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处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很早就应该处理的事。李哥。哎呀，哟，石哥，哎，你干嘛？干啥？干嘛呀，石哥？哎，我现在跟你好好说话啊！你不觉得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吗？之前你怎么对我，我无所谓。你抢走黄金档，那是因为你节目做得好，你有实力，我恭喜你。但是这一次，你竟然想到拿牛志玲的话题来炒作当噱头，他是你的老领导，他一手带你入行的，你有点良心行吗？我现在觉得你开始有点卑鄙了。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真的没有资格在我们台里待着。什么意思，师哥？好啊，这个人果然是你派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视频是我从他小的手里抢过来的，放在我手上比放在任何人手上都要更加安全。我本来想永久删除的，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，你以后给我小心点。这个视频就想放倒我？李哥，没事吧？龙海小区那个案子，咱们得想想办法。要是让阳光办成了，他就彻底翻身了。李哥，没那么简单的。龙海小区的案子麻烦大了。我刚听说一件事儿，其实那边那个社区，哎，你们虽然年轻，可你们也有父母亲啊，以后也有老的时候吧，就不能理解一下老人家吗？理解，大爷，我们这一代这压力多大呀！我这1个月工资刚好供着房子，我每天加班累成狗啊！你们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年轻人？你们累啊？我看你们有劲儿的很的，哎，每天都是深更半夜回来，哎，还拼命的按喇叭，滴滴滴滴滴响，什么意思啊？诚心不让我们睡觉啊？哎呦，您还睡觉呢？我一直以为您不需要睡眠。咱们就说说这事儿，每天4点钟他们准起床，5点钟不是放广场舞音乐，就是在那呼哈呼哈的照数。你们想过我们要睡觉吗？合着我们老年人就不能早着锻炼啊？就是啊，我们就没有锻炼啊！我锻炼好呀，不是你锻炼你去别处啊！哎，别怎么楼下大门走了，干什么呀你们？好了，别激动啊，都少说2句，吵的没完了是吗？吵够了没有？都消停点啊！坐，快！像话。这两边吵起架来，一点都不像睡眠不足。你们其实争论的点啊，就在于一个空间问题。据我所知，离这个小区差不多1公里的地方，就有一个停车场啊。不是，那不成啊！哎，我买辆车，我不就为了少走路吗？哎，上班回来已经那么累了，回了家我还得爬楼，最关键啊，还没个电梯。哎，对，还得说说这个电梯的事儿。我们几个商量过了，咱们是愿意凑钱给安个电梯啊，但是有一点说明啊，贴个告示出来，没花钱的，一概不让用。不用就不用，我还不稀罕呢。真是谁要用呢？再说，你们有本事不要把电梯装在我们门口，行不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们几个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？多大年纪了这是？你们吵架什么呀？我说你这也没玩我。这现在不老来了，不老来说2句话，看你们这些年轻人
把一个老知识分子、老专家都逼成什么样子？顾老，来这边坐。年轻人，挪挪屁股，让那个顾大娘进来。不懂礼貌。来，顾老来。小六，阳光，又见面。顾老你好，你们好。这里空气不好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小廖律师，能推我出去走走吗？谢谢。走吧。顾老，哎，您来我这坐。哎，快坐，快坐。啊，站那儿。坐。刚才我们也正在讨论呢，关于电梯的事情啊，您也说说您的想法。